双鱼座受到水星和火星逆行的影响呢，近期要小心受伤。这里既包括身体真的受伤，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也包括情绪的受伤啊。这个水逆的影响在11月某10天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12月中旬。火星呢，则是整个12月、1月都是在逆行状态的。那对于双鱼来说，就是情绪和健康这个时候都是重点。12月呢，其实工作和个人生活你们可以区分开来看。你的好消息是个人生活很丰富多彩，那挑战的地方就是在你的主业工作或者是核心任务上面，现实的一些部分很容易感觉受到限制，被人管着或者是压着，让双鱼不能这样啊，不能那样，有很多的条条框框，或者是很多的压力，可能是来自于领导啊、同事啊、父母啊，也可能是来自于客户啊等等。总之会遇到那种喜欢教育人、说教人，喜欢做主别人的人生、别人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对象，那确实是有点讨厌的啊，让双鱼感觉到不那么自由。当然，之所以会那么管着，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啊，就是双鱼很可能12月是有重要的项目或者是任务在开启当中，也可能是进行到很关键、很具体、繁琐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身边人就觉得需要帮着把控，需要盯着你们，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出问题了。然后呢，双鱼自己也觉得说自己有责任把它做好，就给自己的一个期望也是比较高的，压力也比较大，就什么事情都要管，事无巨细。因此呢，方方面面来讲就有些敏感。找工作、升学校和考试来说，如果双鱼符合对方要求的资质，又吃苦耐劳、肯听话的话，那么被录用、被录取和通过的概率还是挺高的。但是如果你的能力呀、资历呀、履历呀、背书不过关的话，此时也可能就会被直接刷掉。所以呢，双鱼也可以评估一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那虽然工作课业不是太轻松，但是双鱼12月非主业部分或者说社交生活、网络生活还是搞得挺红红火火，可以风生水起一下的啊，也容易有意外的桃花和人气，跟人聊得特别好，可以有这种人际、人脉、资源圈的拓展，也有机会接触到比较上层的人，彼此之间不管年龄、背景、行业差异多大，都有种志趣相投的感觉。合作、合伙以及业务项目运是不错的，可能会在后续打开双鱼的另外一些事业赚财的一些潜力，跟领导也会靠得比较近。那工作读书当中呢，12月双鱼尽量避免自己做决定啊，那很容易出问题，都来找你，或者说被追责，也不要只找领导或者是只找核心成员讨论，要团体尽可能多的人一块开会啊，就拉大家一块去做事、去担责、去出镜，到哪都尽量不要是双鱼自己一个人，这样的一方面你就不容易被盯上了，责任啊或者是你的工作啊就能够分出去一部分。那另外一方面呢，取得实际的工作读书的效果也是更好的，就是人越多这个效果越好。爱情和人际方面呢，有伴侣的双鱼容易在每日的这种衣食住行上面彼此闹意见或者是有一些不和啊，而且要特别注意受到水逆和火逆的影响，你们容易在长辈或者是人前可能就是有这种甩脸子，就当人面可能就吵起来了。不过好的地方是因为有别人在，也容易劝和，或者说你们就是觉得说哎那就算了算了。那单身的双鱼呢，本月有机会被介绍对象，或者是因为工作健康而结识到桃花，以及被人就是撮合啊，其中呢会有可发展的正缘类型，可以留意一下。有的双鱼呢，本月感情关系也容易迈入到下一个新阶段，比如说2人变3人、3人变4人这种，或者是结婚啊、举办婚礼啊、纪念日等等的，能够看到一些祝福欢庆的场景。感情的一些抉择上面呢，也可以多广纳谏言，就大家都说好的，都推你的，那就值得一试。身旁人不认可的，大概率也不是什么好人或者是好的感情。另外呢，12月水逆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沟通口舌、写作、物流运输、交通外出、物品的损坏、遗失、走丢、迷路啊、破财啊、受伤啊、健康等等方面，这都是水逆会影响到所有人的领域。那财运方面呢，有一些连带的好运气啊，比如说因为你是谁的朋友啦、谁的合作方、谁的合伙人，或者说因为你是某某的一个关系户，而顺带的你就能够被请客、被介绍到项目或者被邀请去干嘛的，从而让双鱼获得物质或者实际的一些好处啊，或者是一些资源。那个人自己单独的部分来说就比较正常，或者说受到水逆的一个影响啊，干的不如赚的多，就是活多，但是收入可能没有匹配到位。那美容调整呢，本月是不适合的啊，双鱼也尽量别去换发型啊、换造型啊，可以等到12月末那一周到1月份再说。那祝所有的双鱼座12月平安无事、无灾无痛、谈天说地、广结善缘，好运。天蝎座12月可以告假啊，你们的守护星火星12月7日开始在事业宫逆行了，加上之前11月末水星也已经在逆行，所以呢，天蝎12月在工作、健康以及长辈、领导、客户关系等等方面多少都压力相对比较大。我之前讲过，天蝎这个冬天如果熬住的话啊，用你的努力和实力去匹配你事业世俗的一些野心，那么好的天蝎后面2-3年会很好很好。那12月呢，显然就是天蝎适合守住的月份，也就是说，假如你12月没什么新的一些事情发生，一切都是如
常照旧的话，那就是你12月的好运，就值得鼓掌了。工作读书当中呢，天蝎12月不易冒进或者是一曝十寒，你需要去维持住在领导啊、老师啊、家长啊、客户等等重要人士心中的能力、形象和分量。也就是说，原来你做的挺好的一些事情，要注意12月不可松懈，依然是要保持优异。受水逆和火逆的影响呢，天蝎12月工作读书的状态容易一阵一阵的，一会儿自信心很高，一会儿自信心又比较低，有点起伏不定。那这种情况下，天蝎你就要用你们擅长的一个毅力去支撑，做到每日事每日毕。刚说了，有的天蝎在火逆和水逆的影响下，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不那么在领导长辈那边吃得开，对方可能没有那么信赖喜欢自己的，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怀疑啊，甚至和对方会有一些冲突和矛盾。那这个时候能够救你们的还是你执着认真的一个工作态度，就只要你把你该做的一些活做好了，问题就不会很大。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很累的天蝎，或者说你真的觉得应付不了这些关系的天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请假回家休息几天，休年假。这也是一种你们可以在水逆期间去转换自己在工作当中在领导面前的一种状态的好方法，不妨试试看。就算你没有办法休整假了，天蝎也可以让自己浮生偷得半日闲，就劳逸结合。12月你们有这个运。当然水逆期间所有人都需要去注意的沟通口舌啦、写作啊、流程啊、物流运输啊、交通外出啊、物品的损坏、遗失走失啊、迷路啊、破财啊、受伤啊、健康等等方面，天蝎自然也是要留心的，这都是水逆会影响到的领域。爱情和人际方面呢，家人尤其是原生家庭的家人，还有闺蜜等等自己人是天蝎的贵人。感情来说呢，天蝎12月很容易吃醋啊，不安感会很重，可能会不断的去寻求证据去证明对方爱自己或者是不爱自己啊，也要注意一下和双方的父母长辈之间的一个互动。有的天蝎容易感觉到好像平衡不了这几者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时候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拉开距离，疏远一点相处，关系比较能够和缓。单身的天蝎呢，容易此时跟人去试探啊，有很多的探索和观察，但未必会突破内层纸，甚至都未必会跟别人暧个昧啊。有的天蝎也容易本月心思都在工作上，根本没有机会去跟别人聊，也可能因为你遇到的对象他已经有伴侣了，或者说他就不是你的菜，桃花更多呢是在原本就认识或者起码你知道的人的这个范围里面去打转的啊。经济收入方面呢，也是12月天蝎关心所在，你们容易思考梳理跟财务啊、理财有关的事情，也可能会投入项目当中啊，或者是学相关的一些知识，跟人聊到收入啊、经济这方面，这种思维方面的一种觉醒呢，也会让天蝎感觉自己需要加倍努力的去赚财，为自己为所爱的人去搏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会让你们更加有动力啊，还是不错的。水逆影响到物质的损失，或者是你感觉有些东西买亏了，这种情况也是会有的啊。那美容调整的12月整体是不适合的，1月份才是天蝎适合去调整的时间。那祝所有的天蝎座12月平稳向前，稳定发展，惬意得闲，再接再厉，好运。11月末水逆到来，12月7日火星逆行，对巨蟹来说呢，12月需要注意财务和身体健康，防破财，防生病。受水逆的影响呢，巨蟹从11月末10天起啊，工作生活就容易进入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时期，比如说需要长期作战啊，去熬着有堆积如山的任务，或者是家务啊、家事啊等等。无论如何呢，巨蟹12月想胖都不是太容易啊，因为太累太辛苦了，可能需要照顾自己的健康，或者是照料别人的一些健康啊、情绪啊等等。那财务方面呢，刚说了财消耗是比较大的，但同时12月7日金星换座之后，巨蟹的偏财运是走旺的，所以也有一种情况是，虽然巨蟹有财的一个消耗，但是从别人那边从别的地方捞到的财却是更大的，相当于投小饵钓大鱼，这就不是破财了，而是一种投某资的行为。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有的巨蟹可能会买了保某险，这种看似你好像花出去，但是它其实是有回报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巨蟹会拿着别人给的财去花，那巨蟹呢就看自己是对应这几种当中的哪一种。总之你们的物欲财欲在12月会显得比较强烈。12月巨蟹在投某资方面的运气确实是不错的啊，除了在刚刚讲的金融理财经济方面以外呢，有的巨蟹也会投某资在自己的健康方面，这也是一种体现，比如说做了一个数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这也是很好的。但是呢，美容调整是不建议的啊，虽然巨蟹有的应该会很想要去弄，但是呢，火星和水星的逆行的位置是不太利于你们这个时候调整自己的外形的，所以安兵不动会更好。减重呢也尽量按照常规的，比如说健身餐啊，或者是7吃分饱啊等等去执行，效果会更好，更有利于巨蟹的健康。工作读书方面，12月有一点按部就班，需要老老实实日复一日的把每日该完成的任务完成，既不需要再额外要求自己啊，那样会把自己逼疯的，悠着一点啊巨蟹，但也不要给自己减量，因为基本你定下来的或者是被分派到的工作呢，也是巨蟹这个时候能够胜任完成的，它有一定的挑战，但是巨蟹你可以，而且呢做得好，这也会是你的一个业务能力啊、专业水平啊、职业素养的一种体现啊，能够帮你赢得一些暗中的好口碑，或者
是他人的一种青睐。等到12月末的10天到1月份水逆结束之后，可能就会有人说起巨蟹的一个敬业，或者说给到你们一些认可。所以呢，12月巨蟹的辛苦努力都不白费，因为金星的位置足够好，你们就不容易吃亏啊。当下就算没有好处的一个体现，后面也会有。同样，如果这个时候不努力，那后面也会显现出来。另外，水逆也容易把巨蟹过去的工作啊、同事给逆回来，所以呢，找工作没有头绪的话，可以试试以前做过的工作，或者是让前同事去介绍介绍啊。当然，水逆期间需要注意的沟通交流啦，这种口舌，还有物流运输啊、交通外出啊、物品损坏啊、遗失啊、走丢啊、迷路啊、合同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巨蟹也自然是需要当心的。职场呢，跟人沟通不要太较真，遇到较真的人呢，也别跟着上头。爱情和人际也是同样如此啊，也要避免上头。巨蟹12月容易跟人搞个暧个昧啊，交流个眼神啊，有意无意的这种肢体接触啊等等，对方或者是自己主动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巨蟹刚好有正在接触的对象，那么适当的增加一些肢体的接触，能够增加两个人确立关系的一个几率啊。那有伴侣的巨蟹当然是要挡一挡桃花了。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关系当中占有欲是比较重的，容易控制，感觉到不安全啊、不对等啊。不过是可以通过床头找、床尾和的一种方式去调节关系。在12月下旬的整体沟通各方面会随着水逆的结束逐渐好转。那要祝所有的巨蟹12月释放压力，安然无恙。